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出来走一走。本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或者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现在2025年还值不值得出国留学？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出国目的不一样。有的人出国可能是为了见见世面呀，开阔眼界，对吧？有的人呢可能想出国去学点东西，有人不差钱，所以呢去哪里都无所谓。有的人呢可能家境没有那么好，所以呢看重性价比。就是说呢，出不出国留学真的是根据每个人不一样啊。那么我今天就根据我在德国的观察，我来说说我的意见或者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值不值得出去留学，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定位怎么样。你想出国留学，那么你今后是想留在国外，还是想回去呢？如果你想回国，那么你是今后的就业方向怎么样？比如说，据我所知啊，现在一般的国企，还有呢一些私人企业，它根本就不再招收那个中国留学生了。这些企业说，比如说像那个格力的那个老总，对吧？他就不止一次的说过啊，他们不招收留学海外的人了，因为这些人当中很可能有所谓的外国间谍。虽然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遗憾的，因为这样一刀切可能会让很多根本就不是外国间谍的人，因此呢得不到那个机会。还有一些国企，他也是不要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了现在。所以朋友们啊，就是如果你想留学海外，然后呢你自己看你的今后的职业规划怎么样。你是想留学之后回到中国来，然后比如说你想考那个公务员呢，或者想进国企啊，那这条路可能就走不通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留在国内吧，因为去了国外之后你回来肯定进不了国企，可能也当不了公务员，这个也有思想准备。另外呢，如果你不想去刚才所说这种格力这种私企去谋职，那你可以海外留学。而且现在我在德国这边30年，我发现呢，德国它这30年很多情况下就没有什么改变，而且中国呢这些年发展特别快，很多科技方面的东西都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所有的发达国家了。那么如果你还抱着比如说想去某个国家学一门他们的技术啊，从他们那里取点经啊，这种可能已经变成了天方夜谭，因为他们就没有了，因为中国比他们更好了，你还跟他们从他们那里学什么呢？对不对？还有另外呢，这几年特别是从2018年吧，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呢在跟中国打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贸易战、科技战等等，对吧？舆论战，所以整个他连同他西方那些所谓的盟友啊，导致了整个全球这种地缘政治关系非常紧张，然后呢对中国相对来说是比较敌视的，因为目前看来与西方能够竞争的真的只有中国了，也就是跟美国争世界老大的。中国其实想做更好的自己，对吧？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说过，中国只是想做更好的中国啊，没有跟你美国比啊。但是呢，美国他认为呢是中国就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呢在各方面打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在那里留学的中国人他所处的环境，加上在那里华人所处的环境也一样特别的差，越来越差，甚至呢一度特别是新冠期间，导致了在海外的华人甚至亚洲人人身危险。这点我记得当时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在德国柏林有一位女士就被2位应该是阿拉伯裔的吧进行了攻击啊，在美国也一样。
就是仇视亚裔的现象特别的严重，比以前严重多了。还有呢，学术圈呢，在美国，对吧？一些科技人员啊，还有学生啊、教授啊，纷纷被美国排挤。你看，曾有一段时间，美国根本就不再接受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下，你去了美国留学，虽然可能你很想去，但是整个大的环境是仇视你的啊，仇视中国人的。当然，如果你真的有那个能力获得美国常青藤的那个藤校的录取，也许呢到他们那个地方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我感到比较悲观，就是美国真正的科技方面的东西，特别是敏感性的东西，你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可能是那个门已经关上了。那么如果你想去留学，可能也就不太现实了，你们说对不对？再加上一般人来说啊，美国还有英国那边的学费越来越贵。比如说现在像我闻到了大麻的味道在这里，不知道谁在吸大麻啊。像美国那种名校，如果你不是美国身份的人，就是像外国的留学生，一年现在可能要5、6万、6、7万，如果是折合人民币就50、60万了啊，人民币，然后加上租房，还有生活费各种开支，可能一年下来，也许呢就要100万左右，4、5年那就大概500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是你的家境还过得去，那么你投资了500万，今后你这个投资能不能回来还是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你不差钱，当然可以了，你去留学无所谓。还有在德国，虽然不收学费啊，每年可能生活费它的成本，你非常节省的话，可能人民币8、9万、10万块左右吧，大概是这个幅度，非常节省。然后你读5年左右，大概50万左右，这个投资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是特别的多，也能够承受得起。但是在德国，现在它每个行业可以说都不在顶尖，对吧？你看汽车，它已经落后了，对吧？机械制造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过。而他们那些家族企业，他们隐形的世界冠军，你也不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来德国留学，真正能够学到硬的东西的、有用的东西，可能这个概率不是特别大了。现在，那么剩下的只是开眼界了啊！开眼界，我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如果是老是在我们中国那个环境里，没有很多其他对与外界的交流，那么可能你看到的东西要比你在国外跟世界各国的人共同有交流的时候，可能你的眼界呢更窄一些。另外呢，出来之后，可能你会去世界各国啊，特别是欧洲各国去看一看，或者去欧洲邻近的，比如说北非那边啊、埃及啊、摩洛哥这种国家去看看，也是一种开阔眼界吧。还有一些国际上的你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呢，也许还有联系，那么今后你就有国际关系了，而这个国际关系可能对你今后，比如说你是做国际贸易的，可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你有海外经验之后，你知道怎么样与世界各国人打交道。这点呢，我觉得如果是你今后你的工作方向是与外国有交流的，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比较有用的。国际经验，还有国际关系方面，国际贸易等等，在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都要考虑到你的人脉。在德国一样，你有人脉做事就更容易。所以其实这与中国都差不多，但是你来到海外留学，那么就表示呢，你要离开中国那个环境，至少要几年，对不对？中国人俗话说人走茶凉，那你原来国内那些你的同学、朋友啊、亲戚啊，由于有时间断层，
那么与他们的交往就没有在国内那么密切。另外，你没有在国内跟他们一起相处的那些同学朋友，或者有的人呢根本就没有在国内读过大学，那么你这个人脉是没有的。那如果你今后想回到中国，要开展什么事业的时候，我认为呢就差了很多，因为你缺少了人脉，那你事业的开展就比较困难。所以这个人脉这个因素，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觉得无所谓，你没有人脉，我也照样可以成功，那就另说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人脉啊，对吧？还有在前面说到了，就是你想留学的时候学什么所谓西方的先进的东西，可能是这方面越来越少了，反而现在西方的那个糟粕越来越多。因为像德国这样过去30年吧，几乎没有发展，好多方面我认为是下降的啊。而相对的，中国过去30年是，我认为呢是中国现代社会呢发展最快的20-30年，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啊！每次我回国就感叹啊，国内的变化真的很大，10年就一个大变啊，5年一小变可以说，或者1年一小变。这让我又想起了上个周末，我去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很小，1-2万人口一个小城。10年前我去的，而上个礼拜我又去的时候，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原来的房子还是一样，原来那些其他建筑还是一样，唯一变化就是可能那个人行道它稍微铺了新的石头，就这点我发现，其他都没有变，没有新的房子。唉，我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啊。而以10年来计，你看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前面那个是科隆大教堂，这呢是科隆的火车站，中央火车站。德国这种建筑工地一般都是很久的，一个工地几个月或者几年都有可能，所以出行有的时候很不方便。也就是说到了效率啊，就是西方国家他们的效率总是非常低，海归是光环很多的啊，对吧？那个头上的光环很大。当时如果你在海外留学，你毕业就回去，或者你工作之后回去，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海归变成了海带了，对不对？哎呀，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看到的日常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吧，这里中央火车站这里，看看我们这里会看到些什么。刚才我再回头看看，那里直挺挺的躺着3个人在那个地方，好像我记得这是一家酒店，它的大堂门口，难道这里酒店关门了吗？好奇怪呀！这就是我说的啊，就是西方呢现在江河日下，所以呢你来留学到底能不能学到什么东西，我就比较有疑问。你看这个人也是睡在地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就说现在你海归的光环也没有了，那里又有睡在地上的。哎呦，这是火车站呀，朋友们，就相当于北京什么南站、北京西站、广州南那种位置的啊，就是这样。大家看看，好多好多的自行车，德国人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因为环保啊。他又没有那个电动的那种摩托车，所以一般都喜欢或者不得不骑自行车。那个也是流浪汉，我估计。反正每次呢，我出来的感觉我都觉得很不好，而且我现在特别恐惧啊，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因为德国啊，经常会出现持刀砍人的现象，而且把人都砍死啊，出现了好多好多起。
这是媒体报道的，如果不报道的，那可能更多了。所以现在我一般能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我都不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西方不带滤镜的啊。由于中国快速的崛起，那么你真的去海外留学，能够学到的东西真越来越少，这个海归的光环也没有那么原来那么亮了啊。甚至呢，现在前面提到一些国企啊、公务员呐、一些私企啊，他就不再要你在有海外经验留学的人，因为就是所说的有那个间谍的风险。因为确实有些人啊，他为了一些钱，然后呢出卖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品、自己的家乡。对这种人，我真的是嗤之以鼻。但是没办法，这个世界14亿人，总有各种各样的人吧。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如果你自己有个定位，那么你自己可以选择。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告诉你。再看看吧，看看德国这个公共的场所是些什么人流，然后你就知道了我所说的一些外国这现象。西方国家不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先进了，还有什么公德心之类的。你看这些呢，都是无家可归的一些残疾的人，还有前面那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也是乞讨。姜太公钓鱼，谁想给钱就给，不给就坐一天。像这种火车站这种公共场所啊，其实是德国这种社会最乱的地方，与中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里没有安检，什么人都可以来，什么瘾君子啊，还有毒贩呀、酒鬼呀，反正呢，谁都可以来这个地方。这种周围环境也特别的差，像那种很黑的啊，那个地方很黑的，晚上我都不敢走。好的，朋友们，我今天呢出来走一走，然后呢给大家说说到底现在值不值得出来留学，就看你的定位怎么样，对吧？如果你是出来开眼界的，我是建议大家，因为老是待在国内那个环境，可能会让你的眼界窄一些。你出来之后呢，可以见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去各种不同的国家去看看，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想学到什么新的东西、高精尖的东西，可能现在在这个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可能，或者是可能性很小了。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嘛，还有体制竞争的原因，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特别的敌视，处处提防着你，根本不让你去学他们的东西了，对吧？或者突然就把你打成间谍，然后呢把你抓起来，这个他可以莫须有啊，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啊。而且现在这么说，留学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特别是你学这种高精尖、这种理工科这些专业的话啊，文科的稍微可能好一些。除此之外，我觉得不差钱的话，也对这个你今后的职业没有任何的要求的话，出来见见世面有何不可呢？但是你别再想什么高大上啊，或者别再想什么出国镀金了啊，因为现在特别是那种1年期的速成班的那种硕士，根本就没有任何含金量。而且现在人家稍微成熟一点的人力资源那种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知道。还有一点，我觉得留学可以培养自己独立生活能力。比如说你出国之后，一切都得亲力而为啊，因为如果你不去做，没有人帮你做。不像在国内啊，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多人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到了国外，对不起，没有人会帮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做饭呀，如果你不做饭，饿死啊。当然你也可以点什么外卖，它很慢而且很贵，或者去下馆子也非常的贵。如果你自己做饭去，比如说超市买东西回来自己做饭，可能只相当于你去餐馆的1/10。如果你是勤俭持家的人，我相信呢，每个人可能都不舍得每天花海量的钱去餐馆吃饭，肯定会学自己做啊。
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原来在国内根本不用操心的东西，还有处理各种各样的与当局有关的各个部门有关的事务，你都得去做。比如说在德国，他大学的学制啊跟咱们中国不一样，他这里一般啊，我说的是大学，他没有固定的班级，从自己做课表，根据你自己修的学分，然后找到，比如说这节课在哪个课时，下节课在另外一个课时，等等等等，跟国内完全不一样。还有这里呢，培养你的自制能力，因为这里非常自由，没有人强迫你去上课，一般很少有点名的。我读书那几年，只有1-2个教授，有的时候会点名，其他的非常的自由，只要你考试能考过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呢，就会考验你的自制能力，你能不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好多人不习惯过来之后，所以呢，一天到晚可能想到玩呀、打游戏，最后都废了啊。然后呢，培养你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解决事情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呢，留学是比较好的。好，我从科隆火车站的地铁站呢，等一下走出去，给大家看看。我们等一下看到一个科隆的地标建筑，我先不说啊，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德国的火车站呀、公共场所都没有安检，地铁也没有，所以每每出现一些迟到砍人的现象。反正我每次出来，我都心里呢有些忐忑的啊。这是他们火车站的大厅。哇哇哇哇哇！大家看看。这什么？大家看得见吗？这就是科隆大教堂啊，非常的雄伟。现在天气好，所以呢，有很多人坐在这个台阶上休息啊，等火车等等，或者就在这里呢放松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这里。这里呢，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什么无家可归的人坐在这里。科隆大教堂啊，一直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那种叫什么建筑工地吧？你看那里脚手架，那里也有脚手架，几百年来一直在维修，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做事的那个效率太低了，各种原因嘛，导致了这是永远不完工的一个建筑。就因为有这大教堂，所以科隆可以说占了很多的那个优势，很多的酒店呀、餐饮啊，都与这个大教堂有很大的关系。你看，特别的高。而每次我走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是风大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担心，它有没有一个石头会掉下来砸死人呢？有这可能啊，对不对？毕竟它有140多米高呢。以前前面有法轮功的，好像现在看不见了。我记得是2-3年前，我还跟法轮功的人对骂过，就在前面那个地方。世界各国的人都有，你看那个，他的头也隐蔽起来了。哎，这个美女用的是华为的 Mate 60，好像。哦，是个中国人，难怪。咱们从这个角度再看看科隆大教堂，可以看得见它的顶端吧。戴着眼镜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那个头啊什么转得太快，否则这画面不稳定，让人感到头很晕。你看那个在乞讨的，那种应该是职业乞讨的，估计呢是有组织的。其实这里是不准骑自行车的，这
步行街，如果被警察拦住了会罚款的。但是有些人不知道，像他这样按铃也没用。前面大家看到吗？红色大字的在墙上那个 Media Markt 被京东，你们知道吧？现在变成中国的了，一共花了人民币180亿吧，把它买下来了。一共在全欧洲有1030家那个分店，所以这京东呢买下来之后就可以立即进入欧洲市场，用它的这些连锁店，然后呢今后可能可以卖自己的东西吧，比如说整合线上线下呀、物流啊等等，都不错啊。给大家看看，这里前面有一个大疆的专柜啊，你看这里 DJI， 里面全部的东西都是大疆的哦，全部的无人机都是大疆的。你看，大家看到前面那家店，跟 MediaMarkt 其实是同一个公司的，也是呢被京东一起收购了。也就是说 Saturn 和后面那个 MediaMarkt 一起，一共在欧洲有1030家分店。好，这里优衣库呢也关门了，日本的优衣库也关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德国到处都涂鸦，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是德国邮政的那个邮箱，就什么信件什么之类，你可以放进来。你看，全是这样的，乱七八糟的，好脏啊！这个也被京东收购了，朋友们。哎呦，前面那个人的身材，还穿着杰克琼斯的衣服呢。你看，又是一个身材比较壮硕的人，德国人。OK， 朋友们，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